咱们来玩个大的风扇开盲盒。我们找到了价格从199到799的4款风扇，有叶风扇、无叶风扇、塔式风扇、传统风扇全面覆盖。其中包括一款行业内 top 级别的团队潜心研发2年尚未面世的第5代风扇。咱们不看品牌效应，只看到底好不好用，看看是谁才是你的 Mr. Right。为了方便区分我们把这4款风扇命名为阿点、阿赞、阿三和小莲。风扇最核心的就是风啦，影响我们风体验的因素有风速覆盖范围、出风稳定性、风距4个方面。可是在使用的时候哪怕是50块钱的风扇，开到最高档位的时候也能感受到一阵阵飓风在脸上胡乱的拍。只不过呢，噪音大概率我们是无法接受的。依据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中的设计计算要求住宅建筑推荐风速是 3.5 到 4.5 米每秒。我们把4款风扇的风速控制在这个区间内。来看看4款风扇的噪音表现如何吧。我们把分贝检测仪放在风扇的出风口，看看这4款风扇的噪音分别是阿点72分贝、阿赞70分贝、阿三75分贝、小莲65分贝。然后我们在几款风扇的出风口上方贴上了卫生纸，纸张飞起越平稳，代表风扇出风越平稳，人体感受呢也就越来越舒适。这是几款风扇的出风稳定性表现。小莲的稳定性最好，阿赞的出风稳定性呢表现也不错，阿点和阿赞的表现可能稍微要差一些。但是这个结果大多数家庭客厅面宽不会超过6米，除去沙发等家居的空间呢，使用风扇的送风距离在1到3米之间。这对风扇的送风距离有一定的要求。将测评纸挂在距离风扇3米的架子上，4款风扇均能吹动测评纸。这一项上的表现还是非常 nice 的。在日常使用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不会让风扇对着一个方向一直吹，所以摇头角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阿点的摇头角度呢为90度，阿赞的摇头角度为150度，阿三的摇头角度呢为60度。这个一个人用应该也没问题吧。小莲的摇头角度为350度。如果我们平时使用风扇作为纳凉的主要手段90度的摇头角度就足够了。即使是一家人呢，同时使用150度的摇头角度也是绰绰有余的。那为什么还是有产品将摇头角度设计成惊人的350度呢？因为风扇没有制冷功能，开启风扇呢，我们会产生凉快的感觉，主要是因为风扇加速了空气的流通。就像同样是30度的夏天，没有风的天气只会让我们感觉到燥热，微风拂面却会让我们感觉到舒适和凉爽。因为热感通常是在静止空气中产生的，甚至微小的热量也很难从静止的空气中传导到周围环境，从而产生一种闷热的感觉。而当空气在我们身边流动时它们会带走周围的热量，热量传递速度加快，使我们感觉到更舒适的温度。好，风体验和噪音已经测评完毕，相信各个产品的孰优孰劣在大家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参考。下面就到了我们的揭秘时间。阿点是价格199的米家落地扇，阿赞是价格799的米家塔式风扇，阿三是价格499的先锋无叶风扇，小莲呢是尚未面世销售的国潮第5代风扇。那在智能化方面，2款米家风扇自然是一骑绝尘了。米家智能生态是米家一众产品最核心的卖点，但是在风扇这个领域，你觉得智能化有必要吗？解密后我们不禁会有一个疑问，第5代风扇是啥意思？前4代风扇是啥呢？其实第1代风扇可以追溯到西汉末年，长安巧工丁缓发明了7轮扇。当然受时代局限，7轮扇是人力驱动的，然后风扇的发展就一直停滞，直到电风扇的出现，这种停留在我们珍贵童年记忆里的风扇也延伸出了很多种形式，比如说吊扇、落地扇、摇头扇，包括我们本次测评中的米家落地扇也是第2代风扇。后来传统的风扇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夏日清凉的需求了，第3代风扇塔式风扇应运而生。这种风扇使用舒适，但是笨重，但总体来说作为一个风扇单独使用的话，它的使用体验还是比较优秀的。
我们测评中的米家塔式风扇也属于第3代风扇的范畴。自此第2代风扇和第3代风扇都成为了市面上的主流产品。直到2011年，戴森推出无叶风扇，也就是我们说的第4代风扇。其利用喷气式飞机引擎及汽车涡轮增压中的技术，摒弃了传统电风扇的叶片部件，创新了风扇的格型，使风扇变得更加安全、节能、环保。纵然戴森无叶风扇有这么多的优点，但其高昂的价格还是让很多的家庭望而却步。戴森对专利非常重视，目前戴森的专利总数超过1万件，在维权上也号称是专利必胜客。在无叶风扇上就曾在2013年起诉过智乐无叶风扇外观专利侵权，获赔53万人民币。戴森的专利保护也为其他无叶风扇发展设置了层层壁垒，这也就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同样是无叶风扇，但是先锋的表现却是本次类比的几款风扇里面表现是最差的。就像戴森和先锋两者虽然都是无叶风扇，但是采用的风机驱动却有很大的区别。戴森使用的是涡轮风机，先锋等市面上常见的无叶风扇大多采用的是惯流风机。惯流风机的叶轮和壳体之间有着比较大的间隙，气体在通过叶轮时可能会产生较大的漩涡和涡旋，从而产生较大的噪音。而涡轮风机呢，采用更加紧密的叶轮和壳体的结构，将气体的漩涡和涡旋降至最低，自然可以减少噪音的产生。前4代风扇你用过几款呢？通过前面的测评我们不难看出新品第5代风扇是一个不错的产品，但是又难免会觉得风扇 top 级别的团队潜心研究的2年成果就这？当然不止，这款风扇还有制热功能。注意到扇叶旁边的小缝隙了吗？这些小孔就是风扇排出热风的窗口。这款新品5代风扇和戴森无叶风扇的制热功能采用了相同的技术，并且进行了风道风叶的设计调整以及内部优化的风流结构，使得热风能够均匀地向4面8方散发，提高整个室内的温度。看到这儿，你可能会说得好，但我选择空调。实际上，第5代风扇和空调从来都不是竞争关系，相反，第5代风扇是空调的好伙伴。空调的作用是制冷和制热，在室温与空调预设温度相差较大时我们经常会有又冷又热的感觉，因为冷空气从空调口排出，到扩散到空气中，再到与室内的热空气混合，需要一定的时间。而空调并没有促进空气循环的功能，这会将混合空气的时间无限拉长。在这段时间里体感受并不好，空气循环却是风扇的优势。风扇的工作可以加速空气的混合，两者结合可以体验到既凉快，空气又能有效流通的双重美好夏日体验。它的制热功能在北方的冬天可以很好的弥补寒冷但没供暖的空白时段。在没有供暖的南方或许你在取暖时遇到过电费刺客，1个月几千块钱的天价电费令人啧舌。第5代风扇的迅速制热也可以为小空间带来长效快速的温暖体验，相较于踢脚线、空调等取暖方式来说更节能。甚至这款第5代新品风扇连防止风扇倾倒砸到小朋友的场景也考虑到了。当我们向后推这款风扇的时候机身向后倾倒了15度左右，底座是纹丝不动，因为它是底座和机身分离的设计，中间有一个轴承连接，所以对机身施加的力不会影响到底座的稳定性，安全性自然也就更高。总结一下，无叶风扇和无叶风扇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戴森各方面做得不错，不代表所有无叶风扇都做得不错。更多的无叶风扇可能无法带给我们想要的清爽体验。与市场对无叶风扇的宽容相比呢，有叶风扇卷到离谱。国潮新品第5代风扇，无论从风的体验上，还是噪音控制，亦或者是制热功能，甚至是细节设计，都堪称完美，简直就是风扇界的卷王。所以你觉得这款卷王之王第5代风扇的定价应该是多少呢？好了，本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给个3连支持一下。更多新型科技产品尽在小可实验室，我是小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